好在他很快知道了原因，也不好在他很快知道了原因，一个可好可不好的原因。那是第二天上午，似乎是思考了一天，小姑娘抿着嘴又独自过来了。这时候她在进门前特意问了一句，魏婴让她进来。说实话，昨日小姑娘这么回去让她也挺担心，却又不知道该担心什么，整个人都陷入一种焦躁和不安中。小姑娘这样过来，正好一解心结。可小姑娘的第一句话却让魏婴僵在了当场，连同魏琛一起。魏琛是魏哥的亲生儿子，对不对？魏婴本来因为女儿来看他的笑容僵硬地挂在脸上，慢慢道：月枝，你怎么会这么想？小姑娘看了他一眼，眼角一红，你就告诉我是不是？是不是？说着，看魏婴就是不回答他，咬咬牙道：昨天我看见了，你肚子上由缝纫伤口留下的伤疤，那是剖腹产才会有的。我爸爸和我说的，只有剖腹产才会有这样的伤疤。听到这句话，魏婴面色更加难看起来，他良久不回答，直到最后才悠悠问出一句：你爸爸也知道了？蓝璇看了他一眼，嘟起嘴，紧皱着眉头，气哼哼的：你为什么要骗他？你知不知道他多喜欢你？他和别人有了，我就觉得自己是背叛了你，闷声闷气的跑远了。可你呢？和别人生了孩子都不告诉他。我看错了你了，渣男！别靠近我爸！说着转身就要走。魏婴被这孩子一番话砸得晕头转向，什么和什么？他怎么这么不清楚？这孩子说的都是些什么？对，即使自己肚子上的疤痕暴露了自己生过孩子，但这孩子不知道以前的事情，不会联想到那么多。那也不行，联想到这些也不行。他不至于坚守这个早晚都要被揭开的秘密，到要自毁在女儿面前的形象的地步。好在听女儿的意思，蓝湛只是替他解释所谓的剖腹产伤疤，还不知道。于是魏婴看了一眼魏琛，魏琛赶紧去挡门，把蓝璇拦下。他也是一脸菜色的看着自己姐姐，他是弟弟的秘密就要保不住了。可是姐姐这联想能力也太强了，看过什么言情小说吗？不过他们的故事还更狗血。蓝璇冷冷地看着魏琛，在他现在眼里，这是个魏婴一样的感情骗子，合起伙来欺骗他和他爸。让开！魏琛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听我爸把事情说完。大渣男和小渣男还想用什么可怜的故事来勾起我的同情心并原谅你们吗？蓝璇说着想推开魏琛，只听后面传来一句：那你就是小渣女，我的女儿。这句话的影响力果然惊人，蓝璇像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迅速扭头，大叫道：这不可能！这句喊完之后，站在原地看着一本正经的魏琛和魏婴，难道这是什么狗血剧情？显然的他没有相信，看了两人一眼，不做渣男，做我那把我扔在雪地里的坏蛋爹，亏你们想得出来。魏婴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闭了一下眼睛，睁开的时候诚恳说道：不是这样，都不是这样，我有证据，你在这留一会儿，我让魏琛去拿了过来给你看，然后我和你说清楚，你别瞎想。说着几乎是恳求的语气，又道：给我一个机会。蓝璇这才停下了脚步，可他没和魏婴坐在同一屋内，而是坐在了套间的沙发上。魏婴和魏琛道：去把那几个光盘都拿过来，封皮上次你看到了，都是那种风格，来之前把封皮去了。魏琛点点头，赶紧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蓝璇跟着魏琛进了屋子，在床边看魏婴用笔记本播放那3张光碟。魏婴先播的是早先给魏琛看过的那张，蓝璇呆呆地看着镜头里那个穿着粉色连体衣的小婴儿，脸上的泪痣、浅色的眼眸都和他一模一样。接下来是第2张光盘，光盘里是一段监控，监控清晰地记录着那个男子是怎么在魏婴被江城推出去做检查的间隙把他抱走，一路带到地下停车场，从后门出去，最后扔在后门垃圾站边上的，又怎么被人抱起带走的。还剩最后1张。魏婴顿了一下，把光盘放了进去，那是一段酒店走廊的监控，记录的是魏婴怎么把醉醺醺的正在发结和热的蓝湛扶进房间，出门的时候怎么被蓝湛按住亲吻，最后拉回去的视频。每个视频都不长，却很清晰，清晰的像是罪证。特别是最后1张，蓝璇惊惶的想要站起，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面前的2个人，自己刚刚还大骂这2个人来着。
魏婴按下暂停键，拉住女儿的手，别又想多了，我也喜欢他，你父亲那不算强迫，算是半推半就吧。本来只想偷偷生下，然后带着你们两个相依为命，没想到阴差阳错。蓝璇突然打断他，没必要。我爸喜欢你，喜欢你要死要活，你告诉他吧。话虽是这么说，魏琛却不干了，也不是不干，而是暂时无法接受。他对自己另一个亲生父亲的事情一无所知，即使他现在对他爸还有他都很好，但是他和他姐是陡然相认，而他姐立马就要他爸和他与父亲相认在一起，搁在谁身上都是一件暂时难以接受的事情。拿出证据来，你也拿出证据来，我也不接受。他对你好不一定对我爸好。魏琛道，我们给你看了这么多证据，你也要拿出证据来，把一切也说得清清楚楚。否则我不同意这门婚事。瞬间，魏琛连一母同胞的情面都收敛，露出咄咄逼人的爪牙，像是一只炸毛的猫。魏婴苦笑，对着小女儿做了个嘴型，我的错，也是怪自己，把一切都想得理所应当，觉得那个人不喜欢自己，才会做出一列的事情。蓝璇看了一眼爸爸，低下头去，怎么说，他可以理解，谁不是为爱低到尘埃里，他也能明白魏琛想的。他做好了准备迎接他，是因为命里有他，可这个父亲怎么都没有他这样的血缘，何况还有13年的隔阂。他慢慢抬头，好，魏琛，一言为定，不过我有个前提，你不准告诉你爹，你得自己准备。好，你等着，我打视频电话给你。蓝璇说着，后退一步，本想转身，可看了一眼在床上呆呆看着他们订阅的魏婴，又跨了一步，凑近了，在自己爸爸的侧脸上响亮地亲了一下，脸上露出笑容，如同骄阳，等我带你还有哥哥回家。然后转身一溜烟跑了出去。少女的脚步一点也不沉重，轻快的像是雀儿，马上就要南归的燕儿，飞速消失在医院的走廊里。还有什么事情比我要给我爹的男神变成了我爸还要愉快的事情吗？如果有，那就是我还有了个哥哥，双倍快乐。魏琛呆了呆，啥？这是个难题吧？他怎么这么愉快？魏婴露出笑容，这个孩子的表现已经给了他答案。他看向儿子，冲他的背一拍，难题个头。要是蓝湛也喜欢我，算什么难题？魏琛，哦也是。可是，爸，你可是以为他不喜欢你，偷偷给他生孩子，还帮他独自带娃13年，甚至姐姐落入他手里还不告诉他的人，不觉得爹知道可能会崩溃，不可能会悲喜交加，哭笑不得，大起大落吗？魏琛点点头，还是决定说道，可我希望保护你，我希望我爸一定要幸福，所以还是不要被蒙蔽了双眼好。魏婴一愣，愣愣地看着身边的孩子，